快快！祠堂里头出事了！陆九那个酒疯子把太公的牌位给砸了，连牌位上都是他的呕吐物，打死他得了！把他拖起来！公司品酒府的水晶灯呢？年终品价会呢？我不是心梗倒下了吗？这是哪儿？大楚朝安平2年，青牛沟。我穿越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村中醉火身上。陆九，你亵渎先祖，罪无可恕，今日活该逐出宗族。唉，我早说过这孩子没救了。钱三爷，你叫我做什么？昨夜你可是请我去你家喝酒了？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喝醉了闯进祠堂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问你，我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醉鬼，怎么翻过祠堂2尺高的院墙的？各位乡亲，看看我这副身板，共桌80斤，我一个人掀得翻。他说的也是，那墙确实不矮。猴儿精，是不是你把我从钱三爷家扛过来的？我没有。你褂子上蹭的黄泥巴，跟祠堂原墙是不是一个颜色？你血口喷人！一个酒疯子的话也能信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钱三爷，你觊觎我家那块地基多久了？把我逐出宗族，那块地是不是就姓钱了？你放肆！你拿我的命做赌注，也得问问我手里这半块砖头答不答应。你敢动三爷！以后谁再敢拿我陆九当傻子时，先问问这半块砖头。陆九，你给我等着！前世我是白酒集团副总裁，首席酿酒师。可现在，先活过今晚再谈。姐，我饿，肚子疼。再忍忍，明天姐去挖野菜，明天就有吃的了。昨天你也说是明天。谁？我，陆九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嫂子，我不进去，钱放门槛上了，给孩子换2个杂粮饼，算我欠你的。他喝醉了，不对，说话这么清楚。以前的事算我欠你的，以后谁敢来你门口撒野，喊一声我就能听到。姐，是隔壁那个酒疯子吗？不知道。九哥，你没事儿？祠堂那事儿我听说了，钱三爷那狗东西。大山，你娘的眼睛多久没看郎中了？看不起。上回县城的郎中说要3两银子抓药，我连30文都凑不出。别听他瞎操心，瞎了就瞎了，活到这把弦数够本。想不想吃饱饭？想。跟我上山，大青山有野山楂林子，还有的野蜂窝。这个时节蜂蜜最稠，背下来拿到县城卖，少说换几10两银子。大青山，九哥，那里头有毒蛇，还有野猪。前年刘瘸子去采药，差点没活着出来。你娘的眼睛还治不治了？不弄点值钱的东西下来，你拿什么请郎中？你打算让他摸黑访一辈子仙？九哥，你今天跟祠堂里头那架势，真不像你。以前那个陆九死了。啥意思啊？你以后会知道的。九哥！我去，差点交代了。死不了，起来，快到了。我的天，这得有多少斤蜜？少说5、60斤，山楂加蜜，拿到县城去，全是钱。别急，先看那边。活的，全是活的！九哥，咱全搬走。拿4只留4只，靠山吃山不能一次吃绝。留种，过2个月又是一窝。九哥，你去哪儿？你先割蜂巢，我去看个东西。用这泉水酿出的酒，
能让整个大楚王朝为之痴狂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蜂蜜山楂只背一半，一趟背不完，明天再来。九哥，咱们是不是要发了？还早着呢，不过至少饿不死了。多少年没闻过这个味儿了。娘，你喝，多喝点儿。隔壁那孩子也饿了一天了，刚从山里弄的，给孩子吃。姐，肉是肉。这真是那个浑身酒臭，在我门口撒泼叫纳的陆九。九哥，这东西咱以前咋没见过？这叫蜜糕，咋咱明天拿去县城卖？县城？咱没交过摊位费，用不着摊位。大青山野蜂蜜，纯天然无掺价，1文钱1碗蜜水，喝了不甜不要钱。山楂蜜糕，走过路过尝一块。这蜜糕咋跟别家的不一样？又软又甜，还有股山楂的酸劲儿。大青山半山腰野生山楂，配纯蜂蜜熬出来的，别家拿糖机糊弄你，我这是真蜜烤皮。这蜜糕甚佳，谁做的？小人陆九，青牛沟的。青牛沟，难怪这山楂味正。我是县学堂教义程继平，学堂春季典礼正缺茶点。你这蜜糕和蜜水有多少？蜜糕还剩60斤整，蜜水10坛，全包了。蜜糕按市价1两8钱一斤，蜜水500文一坛，总共113窖。九哥，100多两，该不会是骗子吧？多谢夫子，我陆九的山货不敢说全县最好，至少不掺假。夫子若再有需要，只管差人来青牛沟找陆九。你倒是个实诚的，我全且记下了。写给你，你带回去给你娘熬粥。九哥，113两，我这辈子连13两都没摸过，这才哪到哪儿？走，回家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白米、菜油、棉布，春天了，别让小石头再穿那身破棉袄了。你针线活好，帮我和大山各做2身干净衣裳。我现在要出门做买卖，穿得跟叫花子似的，谁搭理我？衣裳不白做，按月给工钱。姐，白米什么时候要？不急，做好了放你家，我来拿。三爷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值得你跑成这样？陆九在县城发财了，买白米、买布、买新鞋，大把花银子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一个穷的连裤子都快当了的废物，哪来的钱？我跟了他一路，他从县学堂出来的，身上鼓鼓囊囊，少说几十两银子。他爹当年犯私酒，被人打断了腿，死在床上。陆九他一个不学无术的酒鬼，哪来的发财路子？来路不正，一定来路不正。三爷，您这是？连夜送到县城，亲手交给茂儿，告诉他陆九那块祖宅地逼我还没拿到手，这次把人整进去，地也好，钱也好，一并收了。得嘞！陆九啊，陆九，你以为挣了几两银子就能翻天？在我钱有德眼里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茂儿，就是他！猴儿经亲眼看见他在县城大把花银子，他一个醉狗哪来的钱？不是偷的就是抢的。按大楚律，罚没货物外加30大板。搜，钱管事，抓人讲证据。麻烦您先给大伙念念这个。资收到青牛沟陆九所供山楂蜜糕60斤，蜂蜜水10坛，合计113两。县学堂的大印，程教系的亲笔。钱管事认不认得这方印？我卖蜜糕给县学堂办春典，白纸黑字，这叫私贩。还是说钱管事觉得县学堂的采办也是赃物？那您是要拦着县学堂不让办典礼？茂儿，一张条子能证明什么？今天的账算你过了，但你记住，没有酿酒执照就敢碰酒，我钱茂第一个办你。九哥，我刚才腿都软了。记住，出门做生意，凭据比银子重要。有这张纸，他就是搬来县太爷也咬不动我。野生去补，温度湿度刚好，居种纯净。蜜糕蜜水能赚银子，但撑不起一门生意。
真正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站稳脚的，只有酒。钱茂，你拿酿酒执事照来压我，等我真正酿火，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来拦我。九哥，你把好好的粮食酒储了，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成了，喝一口。这是水吧？喝。我的天，什么东西，像火烧进肚子里，但又无比丝滑，比我喝过所有酒都要好。九哥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你见过的酒全是浑浊寡淡的，那是因为没人知道怎么把酒里的杂质去掉。但我知道。走，去县城。去县城干什么？找粮。酿酒吃粮，咱家那点存粮撑不了3天。云阳最大的粮行叫方记粮仓，我要见他们当家的。人家凭什么见你？就凭这个。这位兄弟，你不能……什么人？方掌柜是行家，给品品这个。清澈见底，入口绵柔，过喉极烈，回味甘甜。这不是浊酒，你用什么法子酿的？这坛只是样品。独门方掌柜要是能稳定供我上等粮食，高粱、小麦、糯米，每月20袋起步，我能每月稳定供应。你叫什么？哪里人？青牛沟陆九。乡下来的毛头小子，张口就是20吨，你拿什么跟我谈？拿这坛酒，条件2个：粮价不高于市价，不许断供。回报是我酿出的酒优先卖给方家。有意思，这坛酒我收了，一口价100两。300。方掌柜，这只是见面礼。我的酒以后在整个南方都是抢手货。您今天花300两，买的是从我陆九这里优先购酒的权利。300就300，以后拿这个来方记提粮，走内部价。有胆识的人我见过不少，有胆识又有真本事的，你是头一个。方掌柜不会后悔。后不后悔，看你接下来怎么做。陆九在不在？酒客司巡查，有人举报你无照私酿，偷逃酒客税。差爷，就是这个人，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醉鬼，转眼满县城撒银子，还跟外地商人私下做酒生意，不查他查谁？搜！别动，院子里干净。头，搜到了3坛，闻着像是药酒，看着没？私酿药酒，这可是大罪。哼，看着泥、新泥、湿的，这东西封上去不超过1个时辰。差爷，我要是真私酿，我会用湿泥巴封口摆在自个儿灶台后面等你们来翻，还是说有人赶在你们到之前，刚把这几坛东西埋进来的？你少在这儿胡搅蛮缠！这是方记粮仓的竹令，粮全从方家走账，每一时都有登记。方掌柜的名号，差爷总听过吧？头儿，方家在咱县的关系得罪不起。酒客司的差爷，方记粮仓方掌柜亲笔信，请过目。陆九系方记签约合作酿师，所用粮食均由方记供应并登记在册。若有误会，请酒客司派人来方记核账。方若兰亲笔。差爷秉公执法辛苦了，不过有些人栽赃的手段着实拙劣，新泥封口都不晓得等干了再买。公器私用的后果，你比我清楚。走。你真的跟方家搭上了？不过是借了块虎皮。嫂子，上回给你的布怎么没做衣裳？那布太好了，先给小石头做了件褂子。我一个寡妇穿新衣裳像什么话？布还剩的吧？帮我裁几个坛子套。我的酒坛要包装，丑兮兮的陶坛子拿不出手。怎么手抖了？谁抖了？你看差了。7天7夜没合眼，总算成了。九哥，这酒叫什么名？青牛春。嫂子的手艺。走，装车。今天不去集市，直接去醉仙楼。醉仙楼，县城最大的酒楼，我们要把青牛春卖给他们，难度不小。洪掌柜做了30年酒楼生意，什么酒没见过，但这种酒他没见过。什么事儿？忙着呢。洪掌柜品品。这是什么酒？我做了30年酒楼生，没喝过这种东西。清冽顺，怎么做到的？青牛春独家酿法，天下独一份。洪掌柜，您刚才喝的那一口，值不值万春老糟2倍的价？今晚贵宾俗上推一坛试试，卖不到，剩下9坛全归您，不收1文钱。
成，今晚试试。掌柜说2个时辰10趟全卖完了，客人在问还有没有？500两，10趟一文不少。小兄弟，下批什么时候能供？半月后，但我有个条件，醉仙楼挂我的牌子，青牛春3个字摆在大堂最显眼的位置。就按你说的来办。昨晚整条街都在传醉仙楼出了一款神仙酒，我还以为是同行炒作，亲自来尝了一杯。你这个人，我到现在没看准，但就冲这酒，我可以相信你。东城有间空铺子，方家名下的闲置产业，你要是想在县城开个酒肆，月租3两，头1个月免。方掌柜，这是生意还是人情？我不做人情，这是投资。陆九，万春酒坊的人今早已经在打听你了，钱茂是个蠢货，但他背后的万春酒坊可不是，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。九哥，咋样？回去告诉嫂子，坛套再赶30个，咱们要开店了。今天找你不是聊县城的生意，府城的刘知府嗜酒成癖，但对酒十分挑剔。韩家的玉泉老胶送到他面前，他喝一口就搁下了，说不过尔尔。刘知府是我在府城最要紧的一条线，只要他开口，我在府城的生意在官面上就畅通无阻。但我需要一样东西让他松口，一款让刘知府喝了就再也离不开的酒。青牛春不行，青牛春好，但还不够。虽能让洪掌柜拍桌，但刘知府不宜能看上。他喝遍了天下名酒，仅仅是青牛春还入不得知府的法目。你要是能酿着让吃府都为之折服的酒，方家在云阳的独家良缘全部对你开放，不限量，不断供。什么时候要？下月15，府城有一场官商雅集，刘知府会到场，你有40天的准备时间。够了。陆九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拿不出来，这条线就断了。我不养闲人，也不等人。方掌柜，你等着喝就是。周伯，大青山深处有个地方叫蛇口，您知道怎么走吗？你要进蛇口？里头有一口泉，我要用那个水酿酒。你知不知道蛇口是什么地方？四面八方全是蛇窝。前些年张猎户进去采药，现在尸骨无存。所以我来找您问路。您年轻时进去过，喝过那口水。谁告诉你的？猜的。您要是没喝过，刚才不会是这个表情。那口水，我这辈子就喝过那一口，60年了，忘不掉。周伯，您把路画给我。记住，蛇口里头最怕火灭，火一灭，你就是瞎子。辣椒面拌硫滑，沿路撒，能顶一阵。进去了就别磨蹭，取了水赶紧出来。多谢周伯。少来这套，死在里头别赖我。九哥，上哪儿？大青山的深处有口泉，用那里的泉水能酿出比青牛春强10倍的酒，但路不好走，蛇多洞深，进去了不一定出得来。我去。想好了？我娘的眼睛是你出钱治的，我身上这件衣裳是你买的，你说上哪儿，我跟着就是。死在外头总比窝在家里饿死强。天亮出发，睡饱了再走。进去之后没得睡。九哥，周伯没开酒。火把点上，跟紧我。火灭了，咱们就是瞎子，听见没？走，快到了。就是这个。甜，比山泉甜10倍，还有股说不上来的味儿。大山，把我拖上去。闭嘴！这东西比金子烫手1万倍。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，出去后一个字都不许提。放下。万一咬着咱们？他没往这边子呢。咱们取了水就走。这洞以后还要来，把蛇杀绝了，下回谁给你守门？九哥，那金子加上这泉水和酒谱，咱们是不是发了？金子是本钱，泉水是根基，酒谱才是翻身的资本。走，下山。你这胳膊是怎么搞的？蹭了一下，不碍事。你是不是嫌命长？为了几坛子水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周伯那儿有药膏，你别动，我去拿。大半夜的，你一个人。九哥，沈嫂子对你……闭嘴，进屋。
肿成这样最少2个时辰了，你在山里就没处理？以后要是再这么拼命，你死在外头，谁都不知道。知道了，下回带你一起去，省得你在家急。药膏明早再换一次，肿不小就去找周伯扎针。九哥，你嘴欠，人家担心你呢。这是咱以后翻身的本钱，烂在肚子里。金子的事儿、酒谱的事儿，一点风声都不能走漏。九哥放心，我嘴跟蚌壳似的。你再说一遍，醉仙楼上个月进了多少青牛春？60坛。洪掌柜说卖的比万春老窖还快，回头客多了3成。一个穷山沟爬出来的酒疯子，一个在祠堂里吐得跟死狗一样的废物，现在骑到我万春酒坊头上来了。他的酒再好，离了粮食酿个屁！他的粮从哪儿来的？方记粮仓，方家的方掌柜跟他签了供粮合约。方家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善事的。他给陆九供粮，一年赚多少？跟我们3大酒的单子比呢？去请周记酒坊和李记酒坊的2位东家，就说钱某做督，明晚聚一聚。是。陆九，你以为搭上方家就没人动不了你？方家的粮仓再大，也经不住3家一起压。断了你的粮，看你拿什么酿酒。钱三爷带了一帮流氓来了，为首那个满脸横肉，手里有砍刀，朝你家来了！你快跑，翻后山跑！嫂子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今天被一帮二流子撵跑了，以后我在青牛烟姓如何立足？带小石头进屋，门插上，别出来，听见没？你就是那个酿私酒的陆九，瘦得跟条狗似的，哼！就你也敢在云阳地界上抢爷的生意？规矩我跟你说一遍，拿2000两出来请兄弟们喝顿酒，这事儿翻篇。拿不出来，你这双酿酒的爪子今天就别想要了。哼，谁的规矩？我雷霸天的规矩。云营县周边卖私酒的，哪个不给我交路费？你算老几？滚你娘的！别看他了！九哥，还挺硬气，2条胳膊你选一条，剩那条还能给人倒酒。你动手试试！雷占魁，持械聚众，入村行凶，你这是要造反！李铁牛，你凭什么抓我？这是县太爷的拘令，当众行凶，恐吓勒索，证据确凿。弟兄们，拿人！小子，你阴我！你自己蠢，带着10几个人大摇大摆进村，以为没人看见。钱三爷，听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青牛沟谁说了算，你心里该有数了。九哥，你提前让我去县城找方掌柜，就是防着这一手。钱茂那种蠢货，狗急跳墙了会干出什么事情，不难想象。走，进屋上药。哟，这不是神寡妇吗？昨晚大半夜的往男人家里跑，今儿出来还知道害臊。你们是没瞧见，天没亮就从陆九那醉悔屋里出来，鞋都跑掉了，好不要脸！克死了男人还不够，又去勾野汉子。我呸！什么正经女人，分明就是个……陈彩花，昨晚沈嫂子是去周伯家给我拿蛇药，你男人勾结地痞带人侵村行凶，是他给我报的信。要不是他喊得及时，你男人早就进大牢了。你男人栽赃陷害，勾结雷霸天的事，县衙还没结案，你再敢造谣失事，我让你们2口子一起进去团聚。回家吧，晚上来我那儿，有东西给你尝。以后别这么拼了，万一有个好歹。我看他们要冲到你门口，那会儿什么都顾不上。沈若竹，你不用活在别人嘴里，你也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也想有个人遮风挡雨。只要你愿意，谁敢嚼舌头，我敲碎他满嘴牙。不行，我是寡妇，男人才走了2年不到，我要是这时候跟了你，一辈子让人戳脊梁骨，小石头以后怎么做人？你再等等我，等我不怕了。好，我等你。尝尝龙山泉水酿的新酒，还没名字，你给取一个。就叫春雷吧，春天打雷，万物惊醒。好名字，以后这酒就叫春雷酒。
你说等我当真？陆九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？春雷酒，明天带去县城，让方掌柜也尝尝，该办大事。听说你前2天在村里跟雷霸天动了手，小场面。方掌柜今天有空，不聊打架的事，先尝个东西。这不是青牛春。龙涎泉水，前朝御酒司失传的酒蒸酒酿古法，加我自己的蒸疗工艺，3样东西叠在一起，全天下只有我能酿，名字叫春雷。这酒可以让刘知府一饮倾心。我不光要让知府喝到，我还要一张官方的酿酒执照。有了这张执照，以后谁也不能拿私酿的帽子压我。方掌柜，这条线你能不能帮我搭？执照好办，但你得拿出诚意，光送酒不够，你得在县城开一家正式的酒肆，光明正大挂牌经营。手续我帮你跑。成，开了酒肆，方家入股3成。3成太多，2成，我只要分红权，不要管理权。成交。下月初8，府城有场官商雅祭，刘知府必到，你只有1次机会。够了。方掌柜带来的，看着像个乡下后生。草民青牛沟鹿酒，自酿薄酒1坛，斗胆请大人品鉴。今晚喝了7家的酒，每一壶能让老夫多喝第2杯，你倒是口气不小。开吧。老夫喝了30年酒，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好酒，此酒何名？春雷，春天打雷，万物惊醒。大人，草民斗胆，这是酿酒执照的申报文书，恳请大人过目。哼哼，能酿出这等酒的人，还需要什么执照？拿去，往后谁再说你私酿，把这张纸糊他脸上。大人厚爱，陆九记下了。酒色的铺子，明天就去看。急什么？先把知府这幅字裱好，那是你以后最值钱的招牌。方掌柜，铺子我看好了，东城那间。先别急着开铺子，你看看这个，万春酒坊的钱茂联合了另外2家大酒铺，放话给我方家，只要继续供粮给你，3家的订单全部转走。3大酒铺每年从我这儿走8000斗粮，你的量是多少？20度。陆九，不是我不帮你。方掌柜不用解释，8000对20，换我也选8000。你去粮市街找一个名叫齐小雀的人，他与我颇有渊源，对你或许有帮助。你过去就说是我推荐你过来的，他自会知晓。齐姑娘，你确定这老冯叔还管用？铺子都关了。老冯叔是退了休，又不是死了。要不是方若兰姐姐，我才懒得带你们来这里。小雀，你爹的债还没还完，又来借钱。冯叔，这回不借钱，您送好东西来了。什么酒？您尝尝再说。我活了62年，没喝过这么烈、这么干净的酒。小子，你酿的？我酿的。我叫陆九，青牛沟人，开酒坊的。眼下被人断了粮路，需要高粱，越多越好，长期稳定供货，价格好商量。小雀，这人靠谱。冯叔，陆九的酒在县城醉仙楼卖过，方硕兰方掌柜给他做保，刘知府亲笔给他提过字。冲这坛酒，你找粮的事儿我包了。明天我带你几家老粮户签1年的约，比你在县城拿的价还便宜2成。冯老爷子，以后酒酿祭的酒，您敞开喝。九哥，有人堵路。你就是陆九，我哥雷战魁因为你进了大牢，这笔账你打算怎么算？你哥是因为持械入村行凶进的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雷小虎，认识就好。过路费2000两，拿不出来，粮留下，人滚蛋。看清楚，刘知府亲批的酿酒执照，这车上的粮是给官方认证酒商的供货。你劫这车粮，是打劫还是造反？选一个。雷小虎，你哥蹲2年就出来了，你现在劫了官商的货，进去可不是2年的事。我给你指条路，你手里有人有地盘，我手里有酒有渠道，以后我的酒在你的道上走，你抽1成，比你路上劫货强100倍，还不用担惊受怕。1成太少， 1成5，多一文没有。陆九，你最好说话算数。
走，回云阳。你胆子是真大，万一他不吃这套呢？他要不吃这套，今天就不只是赌路收钱，能谈价的人就不是亡命之徒。洪掌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陆兄弟，你先别急。昨天有2个客人喝了你的酒之后上吐下泻，跑到县衙告状，说你的青牛春里掺了蒙汗药。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喝你的酒会伤身。今早又有3桌客人退了酒，我没办法，先把你的酒撤了。哪2个人告的状？一个姓吴，一个姓马，都是以前来喝过酒的熟面孔。洪掌柜，我问你，我的酒在你这儿卖了多少天？喝过的人多少？就这2个人出事？道理我懂，但这事儿如果查实，我整个酒楼都得跟着完蛋。陆兄弟，不是我不信你。行，给我3天，3天之后我来找你，你再决定这酒上不上架。洪掌柜，有个事儿你琢磨琢磨。万春酒房的钱茂上个月刚被断了粮路，丢了脸，我的酒抢了他30%客源。这时候忽然有人说我酒有毒，你觉得巧不巧？搞到了！万春酒服的伙计收了我5两银子，从窖里偷出来一坛万春老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铅粉掺在酒里增重，一坛酒能多卖半斤的价钱。喝1次2次没事，喝多了烂肚子坏脑子。万春酒房干了多少年这种缺德事？明天一早你去一趟县学堂找程夫子，就说酒酿鸡腿有毒，学堂师生都在喝，请夫子以学堂名义呈文县衙，要求官方检验。明白。大山，你把这坛酒和银簪子包好，明天跟小雀一起送到程夫子那里，东西交到他手上就行，别多话。后天我请洪掌柜看一场好戏。陆兄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万春酒坊往酒里掺铅粉增重，一坛多赚半斤银子。洪掌柜，你的醉仙楼卖了多少年万春老窖？你的客人喝了多少年铅毒？你的酒今天就重新上架，不光上架，原来万春的位子全给你。洪掌柜痛快。另外，县城还有3家大酒楼在卖万春，万春一倒，洪掌柜能否愿意帮我引荐一下？包在我身上，谁还敢卖万春的毒酒？以后云阳县城的酒就认你酒酿盖的牌子。九哥，方掌柜派人送来的，说挂正堂。挂进去，正对大门。陆兄弟，今儿开张，我老洪头一个来道贺。往后咱俩的酒楼酒臊连着卖，你供酒我引客，云阳县城的酒生意咱们说了算。洪掌柜赏脸，陆九记着。好了，青牛春3两一坛，春雷酒50两一坛。开业头3天只品不卖，每人1小杯，尝完想买，第4天来。只品不卖，你不怕白喝的跑了？喝过春雷酒的人跑不了。小雀，从今天起你就是酒酿居的掌柜，账目进货待客全归你管，月俸10两，年底按例分红。放心，亏不了你的。300两，你的份子钱。九哥，这也太……拿着，明天就带你娘去县城看眼睛，找最好的郎中，别省这个钱。你娘的眼睛比什么都值。九哥，我这辈子……行了，赶紧走。九哥，九哥！1包白面，1罐菜油，别省着，孩子正长个儿。你每回来都带东西，村里人看见又要说闲话。让他们说，我还有正事跟你谈。嫂子，你腌的酱菜我吃过，你做的药膳粥我也喝过，手艺比县城饭馆的厨子强10倍。你想干什么？酒酿居开张了，酒是有了，但没有拿得出手的下酒菜。我想请你出山，把你的酱菜、药膳、腌制手艺全使出来，专门做一条下酒菜的线。配方你定，定价你说了算，利润你拿40%。我哪会做生意？你不用做生意，你只管做菜，生意的事我和小雀来。你的手艺值钱，不该只在灶台上给自己和小石头做。嫂子，答应九哥嘛。好，但我有条件，不许打着我的名号在外头吹牛。成交。对了，方掌柜传话来，府城要办南方酒商大会，各地大酒商都去，他让我也去。府城？那可远了。县城的池子太小了，要让酒酿记的酒卖到整个南方，就得去更大的地方。还有一件事，万春酒坊倒了，但钱茂没进牢。哟，这是哪个村的？赶集赶错地方了吧？南方酒商大会品酒台现在开始，评审当场打分，诸位把酒呈上来。哎，这不是青牛沟的熊瞎子吗？你家那个酒疯子也敢来府城献丑？大山，送酒，别跟狗计较。
此酒入口绵柔，过喉如刀，回味甘甜，绵长不散。老朽品酒30年，此等酒品满分。满分？哪家的？此酒报名登记，酒酿记春雷酒，送酒人云阳县青牛沟陆九。你就是陆九？高掌柜，久仰。年轻人，酒是好酒，我出5000两买你春雷酒的配方，银票现开，一手交钱一手交方子。5000两？高掌柜，这配方是我的命根子，翻10倍也不卖。小兄弟，5000两不是小数目。我在南方酒界做了30年生意，还没有哪个后辈敢跟我说不卖2个字。那高掌柜今天见着了，哼！陆九，你知道你刚才拒绝了谁吗？高远山，南方6府酒业的天，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的。你在云阳耍耍威风也就罢了，到了府城还这么不知天高地厚。钱茂，万春酒坊倒了，你跑到府城给人当跟班，我劝你一句，高掌柜要是靠得住，你也不至于从云阳跑到这儿来。等着，这个高远山看着不好惹，不好惹才对。要是好惹的，还轮不到我来府城。走，回去见芳姐。府城的水深得让她帮我摸摸。那个什么泉眼到底在哪儿？钱管事说往北走过西沟。别急，明天再上一趟。东西带够了，找到就往里倒，保管那水再酿不出酒来。别出声，回村，快！大山，山上有人。几个人？我看见2个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。他们说明天还要再上去。王二、老陈，带家伙跟我上山，有人要回九哥的泉眼。今晚堵在山上，天亮之前一个都别让跑了。我知道他们从哪条路上山的，你不认得那条岔道，我带你们到岔口就回来。他们从这条路上去的，往北走不到半里有个平坡，应该扎了临时营。绑起来，别让他跑了。泉眼没事，他们没找到。这只手是做针线活的手。周伯说养2个月就好。人呢？绑在我家柴房里，是钱茂花钱从府城雇的，带了砒霜，打算倒进泉斗里。这笔账，我要你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你要的东西，小雀跑了3天拿回来的。高远山去年秋天从府城官仓借调粮食4000吨，名义上是替漕运司周转，实际全部运进了高氏酒坊酿酒。借条在官仓存底里有，但高远山给管仓的主簿塞了200两，账面上做成了已归还。这是管仓主簿的小妾在赌房欠的债条，我拿债条换的官仓底册抄本，上头盖着主簿私印，4000担粮一粒没还。挪用官粮家产充公，重则处律，怎么判？高远山在府城经营30年，关系够硬，死罪能免，但家底保不住一半。那就够了，芳姐。这东西我不调给府衙，我调给刘知府。你不告钱茂？钱茂是条狗，打狗没用，得废了养狗的人。高远山倒了，钱茂就是条没人要的野狗。九哥，这就把他们扳倒了？高爷吩咐了，钱茂跟这案子脱不了干系，从今天起跟高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滚！从今往后，谁敢动青牛沟的一草一木、一泉一石，就是跟我陆九作对。九爷，那事儿跟我没关系，都是钱茂那混账自作主张，我哪敢动你的东西？拿着，带你那个废物侄子滚出青牛沟。念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不赶尽杀绝。要是再有下次，你们一家子进去团聚。收好些了没有？这一块蒸馏房，灶台砌3口，铜管从这儿走，冷凝盆挖在外头。这一块发酵窖，往地下挖1丈2，用青石板铺底，黄泥封闭，龙斜泉水专走这条线。储酒窖恒温不见光，能存3000坛以上。九哥，这得多大一片地？光挖窖就得20个人干1个月。所以我要把家底全砸进去，
全砸！你手里拢共多少？金条卖酒的利，县城铺子的进账撑死了8000两，建这么大的坊，1万两打底，差的那2000两从哪儿来？先干着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没有万一。大山，你跟了我这大半年，我什么时候让你亏过？你小子想一口吃成胖子？原料龙神泉的水1天才出几桶，山上的野曲草1年就长那么点儿，你拿什么称3000坛的量？所以要您老出山。大青山东坡有3片野曲草地，您比谁都清楚在哪儿。我要您带人上山，把曲草移栽到坊后的坡地上，人工种。泉水的事儿我另有打算，山上修一条引峡桃，主管接下来，日夜不断流。移栽曲草，那东西娇气得很，换了土就不一定活。您是大青山走了40年的人，哪片土湿哪片土干，您心里有数，活不活的，试过才知道。停，老头子这把骨头还能爬几年山？但丑话说前头，种死了别赖我，种死了我请您喝3坛春雷。哼，你要的9套样式我改了3版，你看看哪个能用。第2版。素面靛蓝底，只绣酒酿记3个字，不加花纹，干净利落就行。手还没好利索，别急着上活。包装间的事你先规划，等坊建起来再动针线。另外，下酒菜和酱肉，上次在县城被洪掌柜尝过，他说要是能配着酒一起卖，客人能多做半个时辰。下酒菜也归我管。你做的东西比县城那些馆子强10倍，这条线以后就是你的，配方、人手、出货全你说了算。行。大山，从明天起你跑一趟青潭镇找老冯。告诉他酒酿记要建坊，以后粮食用量翻5倍，高粱、小麦、糯米3样，月缸不低于50担。运输和存储的活归你管，坊里进出多少粮，存多少坛，你给我记清。记账我不在行，不在行就学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酒酿记的大管事。成，九哥说什么我干什么。齐小雀在县城守着酒酿居的铺面和老客户，周伯管山上的原料，嫂子管包装和下酒菜，大山管运输仓储。芳姐那边粮源和官面上的路已经通了。从今天起，酒酿记不是我一个人的买卖。刘书办，稀客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九爷，不是我要来，上头发的令，有人告你未经审批擅自扩大酿酒规模，酒客司让我来封工地。谁告的？我不敢说，但你自己想，你把高远山弄倒了，他在县里的那些老关系，总有几个活着的。刘书办，我的酿酒执照是刘知府亲批的，府级护士司的文书，县里的酒客司管得着府级批文？我这坊酿的是品鉴出口级精品酒。走的是府级护士司的路子，县里酒客司的管辖范围是普通民间酿坊。您拿这份公文去封我的工地，回头府里问下来，您怎么交代？九爷，我就是跑个腿儿，你给我个台阶，我回去怎么说？您就说来了，人家有府级批文，县里管不着，谁让您来的，让他自己去府衙。九哥，这才动工第3天就有人来堵了。意料之中，高远山倒了他喂的那些狗没了主人，咬人更凶，挡回去就是。坏消息，青潭镇的粮价3天之内涨了2成。谁？我去找老冯问了，有人在上游产粮缺和压价收绰。老冯打听了，是府城德丰号和广聚源2家粮商出的钱，背后指使的人没露面，但这2家以前都跟高远山走得近。高远山人进去了，手还伸得出来。他是要把我的粮食成本抬到做不下去。现在怎么办？老冯手里的存粮最多撑2个月，2个月后要是拿不到新粮，不等2个月，明天我亲自跑一趟，把青牛沟周边10几个村的粮农全签了，统购价高出市价3成，条件是只供酒酿集，别家一粒不卖。高出3倍，九哥，你账上还剩多少银子？不够，但先把人锁住，钱的事后头再想。粮农要的是稳定的买家和高价，我给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德丰号挖。说大哥回来之前，咱们的合作照旧；大哥回来之后，得大哥点头。九哥，雷霸天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回来能善罢甘休？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收拢地盘，第2件事才是找我算旧账。那怎么办？你去打听他在牢里的情况，谁去看过他，谁给他送过东西，出来之后第一个会联络谁，摸清楚了回来跟我说。九哥，官面堵你，粮路有人抬价，黑道那边还有个定时的雷，咱手里的银子建坊就花了大半，签粮农又要一大笔，账上还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得撑，停下来就是死，只有往前冲才有活路。去办吧，钱的事儿我来想。九哥，窖坑挖到1丈了，明天该铺青石板，石料钱还没给人家结。张石匠说了，再不给钱他明天不来了。还有铜管的尾款，故宫这个月的工钱，老冯那边2款，我粗算了一下，缺口少说3000两。九哥，要不先停一停，等手里宽裕了再停。停了谁替我守着那些签约的粮农？停了消息传出去，德丰号和广聚源第2天就来撬人，粮农跑了，工匠散了，对手伙打劫，一停就是死。大山，咱卖的酒，客人是不是每回都抢不够？那当然，春雷酒在醉仙楼从来不够卖。
供不应求的东西，为什么要等酿出来再收钱？让他们现在就付钱，买的是今年秋冬的酒，先交定金，锁定供货，价格比零售便宜1成。对他们来说是提前锁住了货源，对我来说，钱现在就到手。这有人肯干，还没酿出来的酒，谁敢先掏银子？信我的人就敢。过去半年，我什么时候断过货？什么时候掺过假？信誉就是银子。明天一早备马，我去县城。九爷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一大早就往我这儿跑？红叔，我给你一个旁人拿不到的机会。今年秋冬酒酿季的春雷酒产量翻3倍，新坊出货，品质只高不低。我现在开放预定，先交定金，秋后按月供货，价格比到时候零售价低1成。低1成？春雷酒现在一坛50两，低1成就是45，一年下来我订200坛，能省1000两。对，但条件是定金现在就付，200堂的货，定金付4成，3600两。今天签契，秋后交第一批货。九爷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手头紧了？建坊烧钱。但红叔，你想想，我要是倒了，你上哪儿去拿春雷酒？你今天花3600锁住1年的货，等于锁住了你醉仙楼的招牌菜。陆九，我做了30年买卖，见过无数人来跟我借钱，借钱的10个里头9个跑路。但你不一样。3600两，明天早上去柜上取。陆兄弟做生意靠谱，这个定金我先交。红叔，秋后第1坛酒，我亲自给你送来。洪掌柜3600，程夫子800，老冯1200，方姐的堂妹方婉如签的1000，加上府城那7、8家酒楼商铺，6300两。3天跑了2座城，见了19个人，19个人里头15个签了。九哥，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走，回去复工。张石匠的石料钱，工匠的工钱，老冯的粮款，今天全结清。告诉所有人，酒酿季的坊秋天之前必须建成出酒，谁敢拖工期，换人。高远山，你断我的粮，抬我的价，堵我的路，我不跟你赌命，我赌的是酒酿季的信誉。今天酒酿季开坊，我说3件事。第一，凡是给酒酿季供粮的，统靠价高出市价3成，白纸黑字签约，一粒粮不歇，1文钱不脱。第二，酒坊优先雇本村人，工钱按月结，干满1年的另发年赏。谁家有困难提前说，坊里能帮的绝不含糊。第三，酒酿季酒坊，我陆九持6成股，方家持2成，剩下2成留给跟我一起干的兄弟们。这坊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咱们所有人的。九爷，冲你这份屁魄，醉仙楼今年的酒全从你这儿拿。头一回见粮农能拿高价，工匠能按月领钱的酒坊。九爷，这杯我敬你。堂姐说，你这个人不上桌则已，一上桌就要掀桌子，以后喊你一声九爷，不亏。怎么了？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我不怕了。你说过等我。当然等你，不过我现在还要加个条件。你不光嫁给我，还得跟我一块儿干。包装那条线，下酒菜那条线，全是你的。我陆九娶媳妇，光明正大，3匹绸缎
10两黄金，10坛春雷酒，该有的一样不少。谁在嚼舌根？门口挂着酒酿记的金匾，够不够砸他的嘴？明天开工。哥，老子的人呢？哥，弟兄们都还在，就是陆九那小子，你进去之后，我跟他谈了个买卖，他的酒走咱们的道，每坛冲。你说什么？哼！他把我雷战魁的人变成了他的跑伙计，他拿我的道走他的货，他当我是什么？给他看门的狗？不急，先回去把人都叫齐。老子坐了8个月牢，脑子比以前清醒。陆九现在什么情况？刚建了酒坊，听说第一批大货马上要走水路发往府城，几千两的单子。走水路，好。雷哥，我现在是丧家犬一条，万春倒了，高远山也被整趴了，全拜陆九那个家伙所赐。我德丰号在府城卖了20年酒，他酒酿记一来，抢了我4成客，都是被他踩过的人。好，那咱们就说正事儿。他现在最怕什么？他卖了期酒，6000多两的定金收在手里，秋后必须按时交货，交不了，那些客户不会跟他讲情面，定金要退，违约要赔，他一夜回到3年前。他的货怎么运？走清江水路，从青牛沟渡口装船，过虎口峡到府城码头，700坛酒，2条大船。明抢不行，官府查到我头上，老子又得进去，让他的船沉。不用咱们动手杀他，让他自己淹死。事成之后，府城的酒市，德丰号和雷哥55分。半个月之内，他那批货必走水路，钉死渡口，船一装满，动手。不对，船底在渗水，先救酒，一坛都别丢。6000多两银子，我们信你才预付的。你要是交不出来，这不叫买卖，叫诈骗。各位，话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，听我讲。船确实沉了，700堂酒损了近300坛，已经到岸的400堂，明天按单分发，1坛不少。缺的那300茶，15天之内，我走山路人力运到府城，补齐每一张单子。山路？青牛沟到府城翻3座山，你拿什么运？拿人背？对，拿人背。15天补不齐，酒酿记酒坊6成股份，写上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我陆九全部身家压在这儿。洪掌柜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算数的话？老头子信你，15天，我等着。告诉大山，房里连夜补酿，周边5个村的骡马全租来，能上山的壮银力全交上，工钱翻倍，管饭管鞋。明白。洪掌柜，300坛。冲陆九这份担当，以后他的酒最先楼包了。九哥，大事！府城护士司贴了告示，朝廷要采买军酒，北境将士过冬用的烈酒，预算10万两以上。府城公开招标，各家酒购都能参。10万两！北境苦寒，冬天没烈酒暖身子，冻死的兵比战死的还多，朝廷舍得花这个钱。九哥，咱们的春雷酒够烈够纯，这单子没那么简单。这块肥肉盯着的不只是南方这几条鱼，京城韩记酒业听过没有？大楚4大酒商之首，世代给皇家供酒的韩家，他们的少东家韩子墨已经南下了，这种大标，韩家不可能不来。那咱们还争不争？不争。酒酿记永远是个不入流的酒坊，争，赢了就是天下酒商。
小雀，府城那边盯紧招标的日子和规矩。大山，房里所有存粮清点一遍，酒窖里能出多少坛春雷，给我个准数。方姐脸色不好看。韩子墨3天前到了府城，住在知府衙门隔壁的官驿，知府亲自接的人。韩家在朝中有人，这不意外。意外的还在后面。我堂兄方世仁昨天去官驿拜见了韩子墨，他跟韩家开了条件，砍掉跟九酿记的合作线，方家全部粮源转供韩家。作为交换，韩家扶他做方家的政委，把我踢出去。堂姐，那方世柔是要……他要我的命。陆九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方家内部现在是五五开，庞年当几个叔被方世英拉拢了一半。如果军酒招标韩家拿下来，方世英就有理由说跟你合作是赔本买卖，那些墙头草立刻倒向他。我撑不过下个月的家族议事。方姐倒了，九酿记的粮源渠道全断。韩子墨什么来头？25岁掌韩家大半产业，人称玉面酒王，酿技手段人脉没有一样差的。他在京城从没输过。那他没来过青牛沟。方姐，这次不是你帮我，是我帮你。军酒那个标，我不光要拿，还要让韩子英输得心服口服。方世仁想借韩家的事翻盘，我让他赌桌都上不了。你知道韩家在朝中的关系有多深？关系再深，评审团得品酒，酒好不好，舌头不会说还。方姐，给我韩子墨在府城的一切动向，他见了谁，吃了什么，几时睡的，我全要知道。还有一件事，招标前有个酒生见会，韩子墨一定会出席，你打算怎么见他？哼，韩子墨若想来称量我，我就让他亲身体会我有几斤几两。家族议事定在5天后，方世仁已经串联了3房叔伯，要在议事上提砍掉九酿记合作线。他的说辞是，跟你合作半年，方家粮仓出货量反而比去年同期少了1成。少了1成是因为我用的粮比散客少，但利润呢？利润确实高，但那些叔伯只看出货量不看利润率，方世英就是吃准了这一点。他只要把出货量下降4个字往桌上一排，那帮老东西立刻跳脚。5天。方姐，你在议事上跟他辩不赢，那帮老东西耳朵软，谁最后说话声大谁就占理。所以我问你怎么办？不跟他辩，我给你一个数字，大到他张不开嘴。府城3大酒楼聚福楼、望江阁、锦云台3家加起来每月酒水采买多少？少说2000两往上。我要在5天之内拿下这3家的独家供酒合同，签约金加首月货款至少3000两白银，全部走方记南粮行的账。3000两走方记的账？粮从你这出，酒从我这酿，钱从酒楼来，整条链路全在方记名下过账。方世仁说跟我合作不赚钱，我把3000两的流水单拍到议事桌上，让那帮老东西自己算，卖散粮一式赚多少，变成酒一式赚多少。府城3大酒楼都有固定供酒商，你凭什么让人家换？凭酒，喝过春雷的人不会再碰别家的货，我只需要一个机会，让3家掌柜的嘴巴尝到。聚福楼的赵掌柜我能搭线，望江阁和锦云台你自己想办法。够了，给我赵掌柜的帖子，今天就去。方姐，5天后议事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把账簿往桌上一摆，我不信那群老东西不低头。赵掌柜，废话不多说，这酒谁酿的？酿记陆酒。赵掌柜，聚欧福楼现在用的酒一坛进价多少？8两到12两不等。我给你10两一坛的春雷，品质比你现在用的高3个档次，独家供应，越界，量大在意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合同走方记南粮行的账，首月货款3天内结清。独家供应，我跟旧供货商合作了6年。赵掌柜，您是生意人，6年交情抵不过客人喝了春雷之后再也不点别家酒的事实。您试1个月，客流量没涨，我全额退款。合同拿来我看看。赵掌柜痛快，明天酒到。九哥，还有2家呢。赵掌柜签了，消息今晚就传开。望江阁和锦云堂的掌柜不是傻子，聚福楼换了酒，他们不换，客人全跑了。明天带5坛酒，2家一起跑，抢在韩子兄反应过来之前，把府城的酒楼全锁死。方姐，3大酒楼的合同签齐了，首月货款加签约金3400两，全走方记的账。
议事还有2天，这笔流水够方世人闭嘴了。方姐，议事的事先放一放。我问你，方家现在粮仓存了多少？7成满。怎么了？今年秋天南方会有一场大旱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有我的路子，方姐不用问从哪来的消息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判断。如果旱灾真的来了，粮价会怎么走？翻倍都打不住。所以现在就买，把方家所有的余银全砸进去，高粱、小麦、糯米有多少收多少，趁粮价还在低位，把仓装到满。方姐，你信不信我？从明天起，方记全线收粮。我九哥说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大山哥，咱们已经收了4000矢了，银子快见底了。九哥说了，收到仓满为止，银子的事儿他来想。各位叔伯，今天的事儿很简单。若兰妹妹跟那个乡下来的9叔子合伙，半年下来，方家粮仓出货量比去年少了1成，这是账，白纸黑字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把方家余银全砸进去囤粮，4000多绺粮食堆在仓里卖不出去，银子全压死了。这不是做生意，这是赌博。若兰，世人说的可是实情？出货量少了1成，利润涨了4成。三叔要看数吗？利润？等那4000吨粮烂在仓里，看你还剩多少利润。大旱，谁告诉你的？那个姓陆的酒疯子。各位叔伯，若兰被一个泥腿子牵着鼻子走，把方家100年基业当赌注。堂姐，府衙急报，南方6府大旱，官府已经贴了告示，禁止粮价哄抬，各地粮仓即日起限量出售。三叔，各位叔伯，旱灾来了，粮价3天之内至少翻3倍。方家的仓里4000担低价粮满满当当。世人堂兄，你的仓里有多少？分家，从今往后各走各的账。北境军需烈酒10万坛，预算12万两。今日公开比标，各家先成文书，再上酒盲品。规矩只有一条：酒好价低，供得上，谁拿标谁走。韩记酒业世代皇室贡酒御酒司认证，报价每坛1两2钱，10万坛3个月内交齐。周大人，韩家贡军酒已有3代，品质和信誉不必多言。倒是今日在座有些生面孔，军需不是集市摆摊，来错地方的趁早回去，免得耽误正事。酒酿记陆酒，报价每坛9钱5分。你拿什么酿？洗锅水？文书里3样东西，请周大人过目。第一，云阳知府刘大人亲笔加府城聚福楼、望江阁、锦苑坛3大酒楼的品鉴书。第二，粮源保障书，方记南粮行4000吨酿酒粮全部低价入仓，供货无断期。第三，成本核算单，旱灾之年粮价翻了3倍，酒酿记的粮是旱前收的。韩家在南方没有自己的粮仓，现在买粮光成本就比我高出4成。一个乡下来的小酒匠也配在这里跟韩家叫板？韩公子，做买卖不是比祖宗，您要不先品品我这壶春雷，喝了再决定要不要跟我争。盲品，评审只尝酒，不看人，不看坛。5位评审各打1等、2等、3等，以总分定高下。丁号酒5票1等，甲号酒3票2等，2票1等。酒酿记春雷酒品评第1，综合报价、品质、供货保障，此标酒酿记中。陆九，南方的便宜你占不了太久。韩公子慢走，下回再来南方，我请你喝酒。九哥，3万两！别嚷，回去再说。九哥，出事了！咱们在东仓存的800吨高粱被锁了。方世银的人今早带了官牌来说，那仓归他，粮也归他。官牌？什么官牌？九哥，方世人去府衙补了一张旧契，说东仓是他名下的祖产，分家时没分清楚。府衙的人今早来贴了封条。800吨粮，够酿第一批军酒的量。他卡的是交货命脉。我带人去砸开。砸开？封条是府衙贴的，你砸封条就是抗法，他等的就是你动手。走，去护士司。哟，陆老板来了，怎么粮没了，着急了？周大人，酒酿记军酒首批3万堂，交货期限1个月。现在我已付全款的800道酿酒粮被人扣了，这批粮酿的是军需，扣军需物资的原料，该当何罪？方世仁，怎么回事？周大人，这是东仓的地契，分家时漏分了，产权归我，仓是我的，里面的东西自然也归我处置，跟军需没关系，他存错地方了而已。方世仁，你一个人想不出这招，韩家给了你多少好处？陆九，
你别血口喷人。我凭地气办事，天经地义。周大人，第一，这批粮的付款凭据在这儿，银子3个月前就付了，货全是酒酿记的。第二，中标文书上白纸黑字，供货方是方记南粮行方若兰签章，方氏人分家沟方记南粮行没有1文钱关系。他拿一张来路不明的旧契扣押已售出的货物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截留军需物资。周大人，您是护士司主官，军标是您盖的章，这批粮要是出不来，军酒交不了，北境将士冬天喝西北风，这个责任谁担？方士仁，你那张地契是分家前的旧物还是分家后补的？来人，去东仓接封条放粮，产权的事儿让府衙慢慢查，但军需物资今天必须出仓。你，方士仁，你被韩家当刀使了还不知道？粮出来了，他手下的3个管事今早全来找我了。军酒这一标，所有人都看明白了，跟着方士仁是死路，跟着酒酿记才有饭吃。他现在是光杆一个，从今往后，方记的酒粮线只供酒酿记，你的酒只用我的粮，绑死。方姐，往后的路长着呢，那就一起走。九哥，第3车6坛，第5车4坛，第7车3坛，凤妮被人重新唬过。什么？别动，去把那13坛全部卸下来，单独放，再从好坛里匀出13坛补上车。他不解我的酒，他换我的酒，10万坛军需里混进13坛掺水货，验收时一查出来，欺诈晕方，我人头落地。我去把那小厮抓回来。留活口，再快马回府城，查着驿站最近半个月进出的人，尤其是韩家的面孔。13堂掺水的我带着，到了交货的地方有大用。韩子墨，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酒酿记3万坛春雷酒，首批到货，验。好酒，比韩家那货烈得多，将士们冬天有福了。赵将军，酒验完了，有一桩事得当面禀报，是我在青石驿站发现，有人把我的军酒偷换成了掺手货。什么？我每坛酒封口都有暗记，被换的坛子暗记对不上，我留了证据。驿站小厮已经招供，收了韩记酒业管事50两银子办的事。好大的胆子！替换军需物资，这是通敌叛国的路数。赵将军，我陆九做生意凭的是良心，3万坛酒一滴水没掺，但韩家这手段，今天对我使，明天就敢对军方使。这证据我交给将军，怎么处置，您说了算。呈报兵部，韩记酒业冒名替虚换军需物资，证据确凿，南方的供货资格即日起暂停核查。陆九，你这趟差办得漂亮，以后北境的酒我只认酒酿记。将军放心，只要我陆九还酿酒1天，北境将士就不会喝到一口掺法货。九哥，成了。韩子墨这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3万坛，1坛不少。回将军，逐车清点完毕，3万坛足数，封口完好。陆九，你是我见过最靠谱的商人，说1个月1天不差。赵将军，给北境将士酿的酒，我陆九拿命担保，坛坛足量，滴水不掺，比韩家那个玉泉老窖烈3分，入喉却更顺。快，老子喝了10年韩家的酒，今天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军中酒。传令，今晚全营每人分1碗春雷酒，算本将犒赏。九哥，成了。这才是酒该去的地方。陆九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北京4万将士，冬天没酒就是熬命。往年韩家供的那货量不够，味儿也差，还他妈的贵。今年换了你的酒，我帐下几个校尉喝完就来找我，问还有没有。将军的意思是追加第2批5万坛，明年开春前到货，价格照首批来，总价5万两，定金2万，今天就批。赵将军，这单我接，但我有一个请求。说，军中将士喝的酒，我想再提一个等级，首批是春雷，第2批我出一款新酒，专为北境调的方子，更烈、更暖、更抗冻，不加价。好小子，别人做生意恨不得掺水涨价，你倒好，主动加料，冲这份心信儿。这是北境秩序特供令牌，拿着这个，从府城到边关所有驿站关卡，你的酒车一路上通，任何人不得盘查扣押。多谢将军。别谢我，你的酒对得起我的兵，这就够了。干！
九哥，首批3万两到账，第二批定金2万，加上咱之前攒的10万出头。10万两，九哥，10万两啊！咱们是不是发了？发什么发？10万两听着多，铺开了什么都不够。粮要囤，坊要扩，人要养，路要通。但从今天起，酒酿记不是县城的小酒坊了。方圆300里的地头蛇也好，府城的酒商也罢，格局不一样了。那现在算啥？酒商，往后打交道的不是县太爷，是将军，是朝廷，是天下。走，回府城，还有更大的仗要打。九爷，咱的摊位在哪儿？陆东家，可算公文和昨日到的。北境军需特供商户，首席特约酒商资格，这是您的名牌，请过目。按朝廷规制，首席特约酒商的展位在正廷中堂最中间那个位置。陆东家这边请。吴大人，中堂的位置历来是咱府城酒行公推的，怎么给了个外来的？刘掌柜，这不是我安排的，是兵部的公文定的。北境军需特供商户，年供8万两军酒。酒商传，你不光卖酒了，卖酒谁都会。我要做的是让天下酒商离不开酒酿记。各位掌柜，酒酿记今天不止卖酒。第一，酒窖寄存，你们手里的存酒炖来运去损耗大，存在酒酿记的恒温地窖里，按月收费，保质保量，坏1坛赔2坛。第二，定制酿造，你有客户但没酿记，把需求报给我，酒酿造替你酿，贴你的牌子卖，你赚差价，我赚工钱。贴我的牌子？那酒方呢？酒方是我的，品质是我的，你只管卖，赚了钱大家分，亏了算我的，前提是你的单子够大。第三，分装代销，酒酿记的酒你拿去你的地盘卖，按效提成3成归你，卖的越多提成越高，不压货不赊账，现结现走。你这是要把全南方的酒生意都攥在手里？不是攥在我手里，是攥在咱们手里。各位单打独斗，被官酒房压着，被大户欺着，被运费耗着，酒酿记搭台，大家唱戏，抱团才有活路。不信的先尝酒，觉得这酒值，咱们再谈生意。分装代销，我要300坛，先走一批试试。定制酿造怎么算价？我有2000坛陈酒没地方放。你这一招比卖10万坛酒都狠。从今往后，南方酒商的命脉全在你的站里过，粮从我这儿走，酒从你这儿酿，渠道从他们手里铺。你把自己变成了这条链上谁都绕不开的那个环。芳姐，我一个人吃不下天下的酒，但天下的酒可以从我这儿过。陆九，我头一回觉得，当初那300两是我这辈子最得的买卖。10万两够了，该往京城看一眼了。九哥回来了！长高了啊，小石头，在学堂听不听话？先生说我字写的最好，九哥你看。乡亲们，九哥拿下了北境军酒大单5万坛，朝廷的生意。5万坛？我听县城的人说，酒酿记现在是整个南方最大的酒商。周伯，您上回让我带的虎骨膏，府城药铺配的，您试试管不管用？还知道回来。乡亲们，酒酿记酒坊下个月扩建，再招30个人手，工钱比县城高2成，按月结，绝不拖欠。家里有余粮的，酒酿记照收，统购价高于市面3成，这个规矩不变。九娃子，你爹要是还在，该多高兴啊！婶子，我爹的事我记着呢，他这辈子没做成的事，我替他做完。渴了吧？给你温了一壶春雷。疼不疼？早好了。你走了4个月，小石头每天跑村口看3趟，我也是。1年前我趴在祠堂供桌底下，浑身都是酒吐。那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活过今晚。现在酒铺有了，银子有了，名声有了，连朝廷的将军都认我这壶酒。青牛沟、县城、府城、北境都走过了，但还有一个地方没去。哪儿？京城。那我给你再温一壶酒，路上喝。这酒值了。酒酿记陆九陆东家何在？京城御酒司及第。九哥，
京城来人了，免除一切酒客税。九哥，咱1年光酒客就交出去上万两。备车，我去找芳姐。京城来的。品酒大典，请我去比酒。等我拿了那块金酿令回来，酒酿记的酒就能卖遍天下。那你活着回来。芳姐，你这脸色不像是替我高兴。高兴？陆九，你知道天下品酒大会是什么地方？全天下最顶尖的酒商和酿师削尖了脑袋往里挤。韩家连拿2届金酿令，韩子墨在御酒司经营了10年，评审里头有一半跟他喝过酒收过礼。你一个南方来的野路子，到了京城连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芳姐，我这人你还不了解，越难我越想去。品酒大典比的是酒，不是比谁在京城认识的人多。评审再怎么偏心，酒是要当场喝的，喝进嘴里的东西骗不了人。你以为韩子墨只会走关系？他韩家世代给皇室供酒，手底下养着30个顶级酿师。他在南方输给你一次，回去憋了大半年。我的人传回消息，说他关在韩家祖教里，亲自盯着酿一款新酒，连他爹都不让进。在京城，他有100种办法让你连比赛场地都进不去。芳姐，我从祠堂的呕吐物里爬起来那天，全村人都觉得我这辈子完了。后来卖蜜糕的时候，钱三爷觉得我完了；开酒坊的时候，万春酒坊觉得我完了；投军酒大标的时候，韩子墨也觉得我完了。我这条路就是从完了里头趟出来的。韩子墨要比，那就比。他关在祖教里憋新酒，我在龙涎泉边上酿了3年，谁的酒更硬？台上见。行，你要去，我不拦。但有一件事你记住，到了京城，粮、钱、人脉，你缺什么跟我说。方家在京城还有几个老关系。芳姐这话，我记着。还有，韩子墨这个人，心眼比针尖还细，手段比毒蛇还阴。你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千万别大意。九哥，这一条街上的酒铺子比咱整个云城县都多。何止酒铺子，你看那家门口排的队，光品一下就敢收5两银子一杯。九哥，韩家在京城，这排场，咱酒酿局拍马赶不上。排场大不代表酒好，走，先找落脚的地。方掌柜给了个地址，空着的，让咱们先住，离琼林观不远。方姐的人情越欠越多了，走。诸位酒界同仁，本届品酒大典报名者117人，经初审留86人入典。大典分3事，第一是斗酒，各家自备最得意之酒，评审团盲品打分，取前20名入围。第二是论道，抽签对辩，论酿酒之理，再淘汰至10人。第三是实酿，统一原料。九哥，86个人里只留1个，最终夺魁者受金酿令。陆东家，韩子墨看你呢。看就看。在南方占了我一点便宜，不知道到了京城还有没有这个运气。韩公子，酒场论英雄，不论门户，到时候一品便知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酒。不过提醒你，京城不是云阳县城，在这儿没有哪个知府的蹄子能替你撑场面。你的春雷酒在南方是头1份，但到了这儿排不进前10。九哥，这人我早晚揍他。他故意来下马威。咱们刚到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他就是要让你慌。他说的对，春雷酒不够。春雷酒是给南方人喝的，这回要拿出来的东西是给天下人喝的。第一是斗酒，各家盛酒以密封编号，评审盲品，不知出处，品完打分，取前20名入围。韩家的酒编在第几号咱不知道，但刚才第12号那坛，评审喝完互相点头了。别看别人，看咱自己的就行。好酒，10年以上的陈藏，功夫下得深。评审对那坛酒评价很高。九哥，
急什么？还没到咱。这什么东西？卖酱菜的罐子吧？此生所品第一酒，第一酒，那只灰罐子。第63号盛酒者，酒酿记陆九。此酒名为龙涎，前朝御酒司失传古方酒蒸酒酿之法为骨，独门蒸疗提存为浑。龙蟹泉每日出水不过3桶，1年只够酿10坛，全天下仅此10坛。诸位今日品的是其中之一。老夫品酒43年，今日方知天外有天。春雷酒排不进前10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没带春雷来。第二式论道，20名入围者抽签对辩，5位评审投票，胜者晋级，败者出局。第7组韩记酒业韩子墨对阵酒酿记陆九。昨天斗酒那个灰罐子的，这可有意思了，一个泥腿子对上皇上世家。九哥稳住。辩题：酒之道，尸骨还是创新？韩子墨持尸骨，陆九持创新。韩方先言。酿酒之道传承1000年，前人立下的法度便是最好的法度。我韩家酿师遵循御酒司古法，一步不改，一分不偏。为什么？因为改了就变味儿。各位在座的同仁，你们见过多少人打着创新的旗号，酿出一堆不伦不类的东西？掺这个加那个，到头来连自家祖传的味道都丢了。酿酒人的本分是什么？是坚守。陆方答辩。韩公子说得好，我陆九也进古法。我酿龙涎酒用的酒蒸酒酿，正是前朝御酒司的失传古方。但韩公子漏了一件事，那套古方是前朝的匠人改良出来的。那我问一句，如果前朝的酿师也像韩公子这么想，抱着亘古的老方子一步不动，韩家今天喝的玉泉老窖从哪儿来？固步自封不是传承，是停滞。真正的传承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，酿出古人酿不出的酒。双方陈词完毕，评审投票。打开左罐1枚，打开右罐4枚，陆九胜。九哥赢了。嘴上赢了不算，第3式才是生死局。韩子墨不会只靠手艺跟我争，他要是肯认输，就不是韩子墨了。我盯着呢，韩家那2个扶手散席后，往琼林馆后院去了。盯紧，从今天起，我的曲要不离身，吃饭睡觉都揣着。第3式实酿，统一原料，限时7日，7日后出酒，评审当场品决胜负，原料一发计时。九哥，粮和水我都闻过了，没问题。开工。九哥，咋了？曲瑶被人动了手脚，良药发苦，混进了杂菌。韩子墨，我去砸烂他的缸！坐下。九哥，他是阴招毁咱的酒，3天白干了。韩子墨使暗手，说明他慌了。论道输了一场，斗酒又被我压一头，他怕了。现在闹出去没有证据，反倒让人看笑话。我查到了，第1天发原料的那个矮个子伙计，散工后去了韩家在京城的别院，待了半个时辰才出来。记住这个人，证据留着。现在不动。是产酸型杂菌，还没完全爆发。大山，把灶台的火烧到最旺。齐小雀，去烧3桶滚水来。你要干啥？高温蒸肚，杀死杂菌，然后用我自己的蛆重新接种，从头发酵。九哥，剩4天够吗？够不够都得够。韩子墨想让我交白卷，我偏要在他眼皮子底下用4天酿出让他跪着喝的酒。动手，今晚不睡了。
潘公子，你等着验收吧。第3式时限已到，各家出酒，依次呈评审台品鉴。第19位，韩记酒业韩子墨。酒香纯正，层次分明，回味悠长。这坛酒怕是满分，陆九那边前3出了岔子，4天能酿出什么？韩家赢定了。接坛之前，我有几句话，此处只看酒，跟酒有关。这坛酒只酿了4天，前3天我的区号被人掺了杂菌，整缸粮挠发苦报废。我不是来告状的，没有证据的事我不说，但这坛酒的来历，评审有权知道。高温杀菌，重新接种，4天即酿，一次蒸焦成酒。前3天的苦没有白受，杂菌在被杀灭前已经渗出了良药底味。我没有丢掉那批粮，而是带着那一丝苦底继续酿。好酒不是在温室里酿出来的，好的酿酒人也不是在顺境中长成的。这坛酒名叫苦尽甘来，入口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，随即被甘甜完全覆盖。4天酿出这等酒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他自己说曲耀被动了手脚，谁能证明？万一是故意做出苦味博同情呢？韩公子，评审品的是酒，不是故事。评审投票，天下品酒大典3式总评。斗酒第一，论道胜出，实酿胜出。酒酿记录酒，3式皆优，受金酿令。九哥，金酿令！金酿令为主，酒酿记录酒。依例，请陆酿师训言。3年前，全村人骂我酒疯子、废物，活着浪费粮食。今天站在这儿，是因为有人愿意信我，给我开出第1张收获坛子的程夫子，跟我钻蛇洞差点没命的兄弟，大半夜跑来给我报信。酿酒师不光要会酿酒，还得会做人，要对得起喝你酒的人，对得起跟你一起干的人，这才是酿酒之道。陆九，你赢了，不服也服了。韩家期待酿酒，从没人用4天酿出那种东西。什么时候愿意来韩家坐坐，以茶代酒也好，我想请教。韩公子，做酒最怕的不是技不如人，是不肯放下身段，去闻一闻泥土的味道。什么时候你愿意脱了这身锦袍，到青牛沟的酒窖里蹲一宿，咱们再聊。青牛沟，记住了。名号酒酿记商行，总号设京城，南方青牛沟设酿酒总坊，经营范畴酿造贩售出口。九哥，这写的啥？写的是以后咱们的酒卖遍整个大楚。陆九，你从祠堂地上爬起来那天，想过有今天吗？想过，不过到手了才踏实。走，回家。九哥，这还是咱们村？回来了，九爷回来了！金酿令，天下第1酿师，咱们村的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给你温了一壶龙涎。3年了，这碗还是当初那只。补过2回了，摔不烂。九哥，先生说你拿了天下第1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你九哥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？周伯，我回来了。
没死在外头就好。周伯，九哥从京城带回来的好酒，您老尝尝。若竹，这3年辛苦你了。说这个做什么？你平安回来就好。京城买的，那根银簪子戴了3年，该换了。太贵重了。我媳妇戴金簪，天经地义。陆九，你以后还走吗？走，但每次都回来。家在这儿。九哥，大伙儿都散了，就你一个人跑这儿喝闷酒。你现在金酿令在手，天下第一酿师，还有啥好想的？歇着呗。大山，你知道咱们从青牛沟走到京城，一路上经过多少村镇？记不清了，几十个总有。那些村镇里的人喝的什么酒？浊酒。有些连浊酒都喝不起，拿烂果子泡水凑合。对，天下还有多少人喝不上一口干净的酒？我不是什么酒圣，拿了块金令就是酒圣了。那你想干啥？我想让天下人都喝得起好酒。九哥，你这话跟3年前在我家灶台前说的一模一样。现在你说想让天下人喝好酒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去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哼，敬天，敬地，敬这3年没把我收走。又喝上了。就1碗。不冷吗？不冷了。在看什么？看咱们村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第一次敲我家门，放了4文钱在门槛上。我当时想，这人是不是喝傻了？4文钱买了个媳妇儿，这买卖我做梦都能笑醒。若竹，以后的路还长。我知道。走到哪儿，家都在这儿等你。